我喜欢谢小将军11年，他厌恶我11年。他当着我的面那舞姬，还摔碎了我亲手给他做的陶泥娃娃，甚至嘲讽我那双无法站立的腿。可我的腿明明是幼年就他所伤。后来他向我提出退婚，我终于死心接受了九皇子的追求。可是大婚那天，我收到了谢小将军自边疆传来的书信，信中所言皆是痴恋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皮皮听书。送暖，别再送我这些破烂玩意儿。我熬了3天3夜做的陶泥娃娃就这么被季离亭摔碎在地上，手牵手的2个小人4分5裂，就像我和季离亭之间。我红着眼睛抬头看他，手指紧紧扣住我的轮椅扶手。我想站起身来将碎片捡起，可试了好几次都是徒劳。季离亭只是冷冷看着我的动作，随即出言嘲讽：别白费力气了，你的腿已经废了。我的婢女小桃看不下去，开口回怼：小姐的腿是救你才这样的，要不是小姐当年冒着危险救你，你以为你现在还能？小桃，别说。我扯了扯小桃的衣袖，摇了摇头。季离亭最厌恶旁人提起我救他这件事，他冷哼一声，甩袖走开。我弯下腰，有些吃力地捡起那些碎片。我和季离亭是青梅竹马，自小定了娃娃亲，曾经人人都说我们般配。可9岁那年，我和季离亭在后山上玩耍，遭遇泥石流，巨大的冲击力将我和季离亭冲下山脚。睁开眼的那一瞬间，又有巨石掉落。我拼死推开季离亭，却被巨石狠狠砸中双腿，我成了无法站立的废人。回来后，再也没人说我们般配。我哭着找季离亭诉说委屈的时候，他也只是狠狠推开我。宋暖，我没让你救我。在那之后，季离亭开始厌倦我。我越来越难过，豆大的泪珠顺着脸颊滑落，滴落在已经4分5裂的陶泥娃娃上。小桃拿着手帕替我擦拭眼泪。小姐，别哭，咱们不喜欢小将军了好不好？她心疼地看着我，眼眸中映着我悲伤的样子。我再也忍不住，扑在小桃怀中大哭起来。为什么阿爹阿娘喜欢我，阿姐喜欢我，所有人都喜欢我，偏偏季离亭不喜欢我？因为季离亭眼瞎。我的哭诉被阿姐打断，她推门而入，弯下腰捏了捏我的脸颊。再哭都成花猫脸了。京城多少好男儿，为什么要死心眼地喜欢季离亭？我垂下眼，摸着陶泥碎片喃喃。可是喜欢一个人，哪那么容易变呢？阿姐叹了口气，摸了摸我的头。打起精神来，跟阿姐出去挑件新衣。过2天就是宫宴了，咱们穿得好看些，然后退婚，让季离亭后悔去，好不好？阿姐宋欣是京城第1美人，前来提亲的名门子弟踏破了宋家的门槛，可阿姐一个都没答应。我怔怔地看着阿姐发呆。也许我该像阿姐说的那样，将退婚书甩在季离亭脸上。正是隆冬，雪后的街上并没有多少人。小桃将一袋糖炒栗子放在我的手上时，迎面才走来零星的几个人，他们戴着面具，我看不清面容。正疑惑着想要询问阿姐，眼前寒光一闪，那些人竟全都从腰间抽出了软剑，齐齐指向阿姐。不要！我丢掉手中的栗子，扑上前想替阿姐挡着，可我忘记自己早已站不起来的事实，整个人因为惯性向前倒下，手心都蹭破了皮，模样狼狈。我爹是丞相，他在朝廷上虽没怎么树敌，可多的是觊觎他位置的人。我和阿姐从小到大遭遇绑架的次数不在少数，可少有这样光天化日下遇刺的时刻。我爹给我们配了暗卫，但今日不知怎地，暗卫没有现身。眼看那剑就要刺入阿姐的心脏，季离亭突然出现，用银镖弹开了剑尖，而下一秒，我整个人天旋地转，鼻尖是好闻的竹香。再睁眼，我被一个陌生男人抱着，刺客全部躺倒在地。季离亭蹲下准备质问，可他们齐齐服毒自尽了。他看着我的方向摇了摇头，然后将视线定格在我身上，皱了皱眉。我这才意识到我一直被人抱着。放我下来，我轻声说。直到坐在轮椅上，我才看清这个男人。身材颀长，一袭玄色直襟长袍，
数月白云石腰带，穿着贵气，却挂着一块稍有些磨损的白玉，那白玉瞧着倒也有几分熟悉。可我来不及细想，我听到阿姐恭敬地喊了声九殿下。九皇子赵寻真是当今圣上最宠爱的皇子，太子在3年前暴毙身亡，坊间都说九皇子是要继承皇位的。我微微低头，也学着阿姐的样子恭敬地喊了声九殿下，可头顶迟迟没有回音。我疑惑地抬头，却见赵寻真的眼里有些失落，可那抹失落感很快消失不见，取而代之的是他温柔的笑意。没吓坏吧？我摇摇头，心中的暖意与难过交织。我与阿姐遇刺，第一次见面的陌生人都能够关心我，而与我青梅竹马一起长大的季离亭却对我不闻不问。我头一次对自己产生怀疑，也许我不该再喜欢季离亭了。遇刺后，我爹娘不许我和阿姐出门，直到上元夜参加宫中晚宴，我才再一次呼吸到自由的空气。阿姐将糕点都放在了我的面前，暖暖，这些都是你爱吃的。我害羞地挠挠头，刚要拈起心心念念的桃花饼，一群舞姬从门外鱼贯而入，跳的是时下最流行的霓裳羽衣曲，圣上拍手叫好。他似乎喝醉了，晃着脑袋，突然喊了季离亭的名字。这么多年，我早就习惯了季离亭的存在，猛地听到有人喊他，我也跟着紧张起来。朕念在你前些日子守卫边疆有功，允你一个愿望。圣上说完，季离亭指了指为首那名舞姬，我要他。他话音刚落，我的腿也开始剧痛起来。舞姬叫谢嫣然，飘然转旋回雪清，嫣然纵送游龙经，真是好名字。我在回将军府的必经之路拦住了季离亭，看向挽着他的谢嫣然，这就带回府上了。坐着轮椅的缘故，我不得不抬头看向这两人。季离亭却不理睬我，他温柔地撩起谢嫣然额头的碎发，旁若无人地在他额前落下一吻。做完这一切，他才终于意识到我还在现场，轻轻瞥了我一眼，淡淡道：宋暖，你退婚吧，然后找个人嫁了。我一时间没反应过来，季离亭接着道：不退也没关系，娃娃亲总归是父辈们的玩笑话，不作数的。心脏泛起密密麻麻的疼。这么多年来，季离亭常常对我冷言冷语，却从未如此刻这般羞辱我。从前我迟钝，以为他只是一时间接受不了我因为他而残疾，此刻才恍然大悟，原来自己在季离亭心中一直是个甩不掉的牛皮糖。我所有的付出对季离亭来说都是负担，你便是这么对待你的救命恩人的？我突然出声，这是我头一次这般自诩。果不其然，季离亭猛地回头看我，宋暖，他几乎是咬牙切齿地叫着我的名字。我知道季离亭此刻一定厌恶我到极致，他生性孤傲，不喜别人说出我为了救他而废了双腿的事，此刻被我拿到明面上讲，幼年情谊早已稀碎，无情无义，一介莽夫，我真是被猪油蒙了心，才喜欢你这么多年。宋暖，你再说一遍。右腿的痛感渐渐增强，我紧紧抓着轮椅的扶手，强迫自己对视上季离亭狠厉的目光，视我为仇人的目光。我明白我与季离亭就走到这了。我将发间的玉簪子取下来，狠狠摔在地上。那是从前我缠着季离亭给我买的，这么多年我爱不释手，一直将其当作定情信物。可现在我不要了。季离亭突然抬起右手，带起的风吹起了我的碎发，我闭上眼睛，想象中的疼痛却未传来。小将军怎能打女人呢？我睁开眼，是赵寻真挡在了我的身前，他的左手正紧紧握着季离亭堪堪要落在我右脸上的手。我听到身边的小厮丫鬟齐齐跪下喊着九殿下，也包括季离亭。我动了动身子，准备跟着行礼，被赵寻真按住肩膀。你安心坐着。语调温柔。季离亭离开的时候面色极冷，空荡的公道上只剩我和赵寻真。天空渐渐飘起了小雨，我抬头，月亮不知何时隐匿在云中。赵寻真从袖袍里拿出一把纸扇子让我挡雨。我打开扇面，上面一幅水墨西山图。这么精致的扇子拿来挡雨有些可惜。我将扇子还给赵寻真。阿爹阿娘就在前面的道口等我，九殿下回去吧。
这是我第2次见赵寻真，此刻他一手抓着纸扇举在我额前替我挡雨，一手推着轮椅走向我方才指的方向，如此细心，倒让我有些摸不着头脑了。我想开口询问，却被赵寻真抢先一步。宋姑娘当真想清楚了？我有些疑惑，仔细一想，方才明白她是在指季离亭。我不愿再作践自己了。雨势不大，我听到了赵寻真轻笑了一声。有什么好笑的？我不禁皱眉。酒店下是来看我笑话的。赵寻真一心为我挡雨，自己额前的碎发尽湿，长长的睫毛低垂，上面挂着雨水，让他的眼睛看起来湿漉漉的。他听到我的话，垂眸看着我，那神情好像我在欺负他。在宋姑娘心里，我就是这样的人吗？我一时语塞，紧紧抓着轮椅的扶手。我有个习惯，一尴尬就会抠扶手，不如考虑一下当个九王妃。这下我连呼吸都差点忘了。我定定地看着赵寻真，他也停下脚步看着我，纸扇子快被雨水打烂，这实在不是个适合谈论婚嫁的场景。可我就和赵寻真这么互相望着，适才被季离亭勾出的痛苦被赵寻真带来的震惊取代。嫁给九皇子，这是我从来没想过。眼看着阿爹阿娘就在前面，我轻轻扶开赵寻真推着我轮椅的手，几乎是落荒而逃。回去的路上，我被爹娘和姐姐说教了一路，大概就是责怪我怎么好意思让九皇子亲自推着我还替我挡雨。我纠结了许久，还是没告诉他们赵寻真要我嫁给他这件事。那晚我伴着雨声入眠，我梦到赵寻真来我家提亲，季离亭来我家退婚。他俩在我家相遇的时候，因为互相看不惯而大打出手，最后季离亭的脸肿成了猪头，然后我哈哈大笑，笑着笑着就醒了，枕头上都是泪。我从床上坐起身，外面早已天光大亮，冬日的阳光洒了进来，照得人身上暖洋洋。然后我听见前院传来吵闹的声音，我唤了好几声小桃，都没有回应，心底生出一股没由来的恐慌。我用最快的速度洗漱完毕，自己推着轮椅去前院。随着距离的拉近，我似乎听到我娘的哭声，这让我更心急。我越是焦急，那轮椅转得越慢，卡在一个泥坑里，半晌才出来。我急得满身是汗，头一次怨上自己的双腿。待我到正厅之时，只看见一群皇宫装扮的人的背影，还有满脸泪痕的爹娘与阿姐。阿姐这辈子都无法和喜欢的人在一起了。昨晚的宴会上，圣上看上了我的阿姐，下狱15进宫。我看着自家前厅摆满的聘礼，头一次怨恨自己的无能为力。圣上已经50岁了，可我阿姐才22岁啊，要我阿姐喊她一声爹都不为过。我气愤地捶桌，可转头看到面容哀愁的阿姐，又什么话都说不出来。一连几日，阿姐都将自己锁在屋子里不出来，我娘愁的脸都瘦小一圈。这段时间季离亭来找过我一次，他拿着退婚书，面色有些阴沉。宋暖，让你退婚，你还真就不来找我了？那行，退婚书我给你，从今以后你可别后悔。我看着眼前的退婚书，有些愣怔。是了，这些天我满脑子都是担忧阿姐，根本没再想过季离亭。他现在拿着退婚书找我，多日以来的愁闷全部转化成愤怒。我抄起手边的茶杯就往季离亭身上砸去。滚啊，别脏了宋府的门。和亲人的幸福相比，情爱什么的根本不算事儿。季离亭是黑着脸离开的。他走了没一会儿，门口又响起脚步声。我以为他去而复返，抓起另一个茶杯还想砸，却听到一声轻笑。什么事惹你不开心，发这么大脾气？竟然是赵寻真的声音。他手上还是那把替我挡过雨的扇子，笑着看我，可我心里更烦了。赵寻真是皇帝的儿子，皇帝不是好东西，50岁还要娶我阿姐，那赵寻真也不会是什么好东西。我越想越气，却还是不情不愿地尊称他一声九殿下。但他到底是猜出了我心中所想，依旧用那无辜的表情看我。你心中弃我父皇，可不要连带着我呀。倘若我能救你阿姐，你可以嫁给我吗？你要怎么做呢？你先答应我。我头一次发觉赵寻真脸皮挺厚的。我答应赵寻真后，他每日都要来宋府见上我一面，但都是翻墙进来，每天带不一样的零嘴来给我吃，见到我也只是傻笑，全然没有皇子的做派，
简直像个纨绔子弟。在赵寻真第10次翻我窗户的时候，我终于忍无可忍。赵寻真，你说要救我阿姐，怎么到现在还没结果？离婚期只剩10天了。别急，为福不会骗你。我瞪着赵寻真，几日相处下来，这人脸皮愈发厚了。我还没嫁给你，怎么就是你娘子了？还有，真把宋府当你家了？想来就来，想走就走。赵寻真看了我一会，突然俯身凑近，我瞧着他越来越近的脸，近到能看到他眼中的我自己，忙转动轮椅往后退。只是我每后退一点，赵寻真便向前一步，直到我的轮椅抵在院中的一棵玉兰树干上。退无可退，聘礼都送到你家了，下月15你阿姐不成婚，我们成婚，娘子不认？还是说娘子其实舍不得我，说的都是反话？那我今晚不走了，留在宋府和你睡，好不好？微风吹着赵寻真的碎发飘到了我的脸上，痒痒的，我竟有片刻的心动。察觉到自己的耳垂有些热，我轻轻推开赵寻真，他不知从哪拿出一提桃花饼，油皮纸包装完整，我认得那是京城最南边的薛记饼铺，这是京城最好吃的桃花饼。我欣喜地接过，刚尝了一口，突然想起阿姐最爱这薛记饼铺的杏仁糕。我阿姐，右手多了个药瓶，明日子时会有人在宋府后门接你阿姐，你将要给她，这是假死药。我紧紧抓着手里的药瓶，心如擂鼓。这段时间，我一面忧心着阿姐，一面常常思索赵寻真为何对我这般好。他会每天为我去京城的各个角落搜刮些好玩的或好吃的，再亲自带来给我，也会因为我一个人待在院子里无聊，从东市买了只雪白的兔子赠我。这个人到底是真心实意还是别有所图？我将药瓶小心翼翼地收好，抬头想同他说声谢谢，人早已不见，神出鬼没的。我支走了阿姐房里的所有婢女，献宝似的捧着那药瓶给阿姐。我将赵寻真的计划一股脑地说出来，激动地抱着她，嘴里不停地念叨着：阿姐，你要自由了。可她轻轻推开我，笑着摇摇头。我这才发现阿姐的面色比前2日要好许多，也没有往日的愁容了。有什么好事吗？是不是皇帝良心发现，不娶了？我刚问出这句话，不禁拍了拍自己的脑门，谎言岂能儿戏？我这问题问的实在是太蠢。阿姐放心好了，赵寻真与我就要成婚，若是他害宋家，他也没有全身而退的可能。今天我们就安排人在逃跑路线上驻点，若有什么奇怪之处，明日子时便放他鸽子。我紧紧抓着阿姐的手，想给她些勇气。我以为阿姐是将宋府的安危置于第一，这才不愿采取赵寻真的法子。可在我心里，阿姐的幸福也很重要。暖暖，你别费心了，我已经决定进宫，我会幸福的，你放心好了。阿姐说着，还摸了摸我的头。那怎么可以？那可是个老头。暖暖，那是皇帝。阿姐表情变得严肃。阿姐性子执拗，她决定的事情没人能改变。我不再多说，趴在阿姐的膝上，余光瞥到床头那副帕子上，上次没绣完，今天倒是完工了。右下角却绣了小小的前文2字。8月15，中秋节，也是我与阿姐出嫁的日子。宋府2女同时出嫁，鞭炮响彻天边。阿娘握着我的手，哭得说不出话来，阿爹的眼中也有泪光。我也难受。阿姐一大早就被接进了宫中，此刻看热闹的人们瞧不见那名动京城的美人，只瞧见一个坐轮椅的新娘子，不免失望。他们一失望，便开始嘴碎。我听到耳边的闲言碎语，季将军不喜她，她转头竟能嫁给……听不太清，那鞭炮声太吵，但我也能猜出个大概，无非就是季黎婷嫌弃我，我不要脸追着季黎婷好些年，没想到最后能嫁给九皇子，也不知道是踩了什么狗屎运。这样的话我听了好多年，原以为已经免疫了，但在成婚这天听到，还是有些难过。右手突然被人握住，我看到那人手上熟悉的玉扳指，知晓那是赵寻真。他捏了捏我的手，好像在鼓励我。我回捏了一下，告诉他不用担心，能厚着脸皮追季黎婷那么多年，怎么会因为几句闲言碎语就难过？轿子很快就抬到了九王府。赵寻真背着我从轿子上下来，在进入九王府大门前，他突然停下了。
我正疑惑，听到了一道熟悉的男声：“暖暖，别嫁。”是季黎婷，我甚至还闻到了一丝酒气。可我现在一丝对季黎婷的心动都没了。季黎婷，隔着红盖头，我喊了她一声。我感受到赵寻真背着我的后背一僵，我拍了拍她的肩膀，示意她安心。婚是你退的，你现在不在将军府上抱着舞姬，跑来闹我的婚干什么？你要不要脸？我话没说完，不远处突然传来短兵相接之声，接着就是一个妇人大喊：“南蛮来了！南蛮来了！”南蛮与我国一向井水不犯河水，怎么会突然攻进城内？我抓着赵寻真肩膀的手不住地缩紧，似是察觉到我的紧张，他将我轻轻放下来，换了木秋过来。木秋是赵寻真的亲信，我见过几次。木秋，好好照顾九皇妃，属下遵命。赵寻真摸了摸我的头，语气带着遗憾，难得成婚一次，还没洞房就被破坏了。我白了他一眼，都什么时候了，还爱开这玩笑。赵寻真摸了摸我的头，朝木秋使了个眼色，就抽起木秋腰间的剑飞去了方才传来打斗声的方向。人群早就散去，此刻只剩季黎婷还留在原地。他似乎酒醒了，神情复杂地看着我。方才说的你也都听见了，季将军，我和九王爷感情好得很，就不劳您费心了。说罢，我唤着在一旁呆愣着的小桃推我进九王府。经过季黎婷身边的时候，他动了动，似乎想说什么，身后传来剑刃出鞘的声音。我再回头，已是季黎婷的背影。那背影慢慢从视线中淡去，正是刚刚赵寻真去的方向。我在房里等赵寻真，等到大半夜，他还没回来，内心焦急。我转着轮椅，却不知自己该做些什么。正准备唤木秋问问情况，门被打开了，一阵奇异的香钻入我的鼻中，和梅香混在一起，我的头有些晕。我醒来的时候，在一个新香的房间里，手脚背束，那绑匪倒是懂怜香惜玉的。桌上插着一朵奇异的花，花香味和我昏迷前闻到的一样。我感觉头又有些晕了，那花香有问题。思及此，我从床上蹦跶着跳下来，用胳膊打翻了花瓶，那花就这么摔在了地上。我又用力捶了几下，直到那花瓣稀烂。做完这一切，我开始观察起四周，是谁将我绑来却不伤害我？那定是有什么东西要同赵寻真交换。我正想找个办法逃走，门却被打开了，竟然是阿姐。阿姐，你怎么？我还未来得及问，阿姐身后又紧跟着一个人，面如冠玉，却拿着一把剑，剑上还滴着血。前文，你为什么要绑架暖暖？阿姐一边说着，一边替我松绑。我蓦地想起阿姐帕子上那两个小小的字，再看向这个叫钱文的男子，我发觉他与赵寻真的眉眼有些相似。宫中最不受宠爱的三皇子，似乎叫赵钱文。我瞪大眼睛看着阿姐，她望向我的眼睛带着湿气，心里隐隐有些不安，便听到三皇子开口：“阿欣，你让开。”阿姐将我挡在身后，我这才注意到她的小腹微微隆起。阿姐竟有了身孕，是谁的？什么时候的事？钱文，收手吧，你斗不过赵寻真，这也是叛国通敌的死罪。我听着阿姐的声音带着颤。叛国通敌？宋欣，你别忘了，南蛮入京可也有你的一份功劳。我明显感觉到阿姐的身子一僵。两人争执间，我看到了赵寻真，他的神色间带着慌乱，却在瞧见我的时候抚平了眉头。而三皇子也注意到了身后的动静，他推开阿姐，提起剑就架在了我的脖子上，把兵符交出来。剑拔弩张，我头一次气愤自己不会武功，不知从哪飞来一颗小石头，弹开了三皇子手上的剑。我被阿姐用力推向前，身后却传来刀剑入骨的声音，接着是阿姐虚弱的惊呼。我转过头，只看到倒在血泊中的阿姐和呆愣着的三皇子。房门外传来整齐的脚步声，是官兵到了。我想去抓阿姐，却被三皇子抢了先。阿姐倒在他怀里，眼泪落个不停。我的视线也渐渐模糊，我看到阿姐在三皇子耳边说了什么，她的脸突然惨白了起来。接着她又将头转向我，鲜血早就顺着阿姐的下颚流了下来，染红了她的白衣。
阿姐说不出声，可她的口型分明是对不起。我不想要对不起，我想让阿姐活过来。三皇子被关押在了地牢，隔日处死。我成婚这日，入京的南蛮人就是他引来的，为了皇位。而经过调查，三皇子往日作恶多端，太子几年前暴毙身亡，就是三皇子下的毒。如今皇帝年老，他怕皇位传给赵寻真，便想着谋权篡位，绑架我，逼赵寻真交出兵符。皇帝早就知道三皇子有一心，也知道我阿姐早就心悦于他，便设计要阿姐进宫，只是想利用阿姐劝三皇子从良。皇帝没真想着娶我阿姐，假死药甚至都是皇帝让赵寻真给我的。只是他没想到我阿姐会真的同意入宫，也没想到三皇子被权势迷了双眼，不念亲情，连最爱的女人都不要了。我呆呆地看着阿姐绣的帕子发呆。阿姐死了，死在她最爱的那个人的剑下。回忆起阿姐被赐婚前的魂不守舍和之后突然转变的态度，我忍不住放声大哭起来。阿姐咽气之后，我在她口袋里找到了一包毒药。聪慧如阿姐，她一定是知道了什么，又不愿连累宋家，才会准备在大婚这天服毒自尽吧。只是她没想到，杀死她的是她最爱的男人。一切尘埃落定后，赵寻真宝贝的我不行，可我每日都不给她好脸色。我还在气她当时不告诉我真相。既然早就知道皇帝要阿姐进宫只是幌子，为什么不提前告诉我们？害得我爹娘难过，害得阿姐也难过。可我心里清楚，这是怪不得赵寻真。赵寻真也不恼，每日捣鼓好吃的玩意，还逼着我喝药，是治疗我腿疾的药。他找了京城最好的大夫，说我这腿坚持治疗还是有站起来的可能。我每日就是喝药、睡觉、想阿姐。就这么过了半个月了，小桃突然递给我一封信，这是从边疆带回来的信，季黎婷寄来的。自从我成婚后，季黎婷便自请去驻守边疆。她遣走了5姬，还说什么最爱的女人已经嫁为人妇，此生不愿回京。我每每想起来这种话，就想笑。我看着那封信，并不想拆开，扔了吧，我不想看。可是小桃支支吾吾的，这倒让我疑惑。你从前不是最讨厌季黎婷吗？怎么想让我看？前些日子南蛮卷土重来，季将军为了抵御战死了，这是他生前给你的信。我不信，季黎婷武功高强，怎么可能死在边疆？可小桃也不会骗我。对季黎婷早已没了从前的爱意，可毕竟是从小一起长大的玩伴。我还是拆开了那封信。暖暖，对不起。这句道歉迟来了很多年。当年你救我，我不该说那么重的话。这么多年，是我一直在逃避你的喜欢，以为毫不在意就可以隐藏自己对你的愧疚。可正是这份毫不在意，让我真真实实的错过你了。有时候我常常在想，当年你没救我就好了，也不会这么多年无法直立行走。是我剥夺了你奔跑的自由，我无法在京城看到你每日和赵寻真腻在一起了。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，发现自己爱上了你。可你已嫁了别人，那我便去边疆吧，守家卫国，便也算护你平安。我说不清看完季黎婷的信心里是什么滋味。若说与季黎婷没有丝毫情谊是不可能的，可我清楚那不是爱。我刚放下信，赵寻真就端了碗桃花羹进来，瞧见桌上的信，他的身子一僵，有些不自然地问我，写的是什么？看着他紧张的样子，我不禁笑出声。写的是什么？在小桃给我之前，你不就看过了吗？他的脸有些红，我接着打趣道，要是害怕，怎么还默许小桃给我看？他将桃花羹放在桌上，过来抱着我，头埋在我的脖颈处。我听到他闷闷地说，我不能因为私心让你不去知道真相。他一直都是这样温柔的一个人。我捏起他腰间早就磨损的玉佩，还不换个新的，却被他立马抽走。这个不能换。为什么不能换？是哪个小情人送的吗？不是。你究竟要瞒到什么时候？这明明是我小时候送你的。我瞧着赵寻真泛红的耳尖，不禁玩心大起，用手捏了捏。他吃痛。
早就问你何时喜欢我，却从来不说，原来从小时候就打了这个主意。暖暖，那个时候我是个小乞丐，赵寻真儿时曾在宫外走丢，皇帝派人寻了1月有余，我是在他走丢时遇上他的。脏兮兮的脸，警惕的小眼睛，我将身上的玉佩递给他，拿去当了，却不成想他一直留到如今。他看着我许久，才缓缓道：一见钟情的姑娘送的，怎么能说丢就丢？送心番外，我是丞相之女，自古以来，丞相之女的婚事都不是自己能做主的，往往要和皇权挂钩。我也没逃过。我爹从前想把我许配给赵寻真，皇帝也有这个意思。我爹是皇帝心腹，赵寻真又是皇帝最宠爱的儿子，我们成婚再好不过。可我不愿意，我喜欢那个从小不受宠的三皇子，第一眼就喜欢了。我6岁那年，我爹带着我和暖暖入宫，我因为贪玩，在公道上与他们走散，着急忙慌间，我误入了三皇子的宫里。那个时候他才8岁，不受宠，因而被婢子们虐待，他们打他的头、手、腿，浑身是伤。可赵钱文一点都没哭，他拼命地盯着宫门口的方向，那是向往自由的眼神。然后他看见了我，四目相对，我也不知怎地，从腰间掏出丞相府的令牌，我是丞相之女宋欣，你们都退下，我就下赵钱文。自那之后，每入宫，我都会悄悄去找他，可每一次他身上都会添伤。我知道我不可能无时无刻护着他，心疼却又无能为力。我和赵钱文的交往，我没跟任何人提起过。在偷听到我爹想讲我嫁给赵寻真那天，我哭了很久。我想嫁给赵钱文，可我不敢说，我只能偷偷写信给赵钱文，向他诉说思念。其实我知道赵钱文也是喜欢我的，我想跟他私奔，我向往自由，他也是向往自由的。可我没想到，那天我等来了他要谋反的消息。赵钱文想谋反，他想要皇位，想要权力，想要所有人臣服于他脚下。他向我说着自己的宏图壮志时，我突然觉得自己不认识他了。我们归隐山林，做一对普通夫妻，不好吗？不好。我哭着看他，他不看我。那天我失魂落魄回去，第二天带着暖暖外出采买衣物的时候，遇到暗杀。那些人冲着我来，且提前将我家的暗卫迷晕。我知道这都是赵钱文的杰作，他要杀死我，仅仅因为我知道他要蒙匿。可他没成功，赵寻真就下了我。那一刻，我心里清楚，其实赵寻真察觉到什么了。也是那一刻，我清楚赵钱文难逃一死，他斗不过赵寻真的。我哭了整整1夜，不仅哭赵钱文对我无情，更是哭他的命。那时候我才发觉，自己竟然爱赵钱文爱到骨子里，我不能忍受他死，所以我做了一个惊天动地的决定，我要帮他谋逆，若没成功，我便和他一起死。我带着答案去找赵钱文的时候，他很欣喜，然后抱住了我。那是我们第一次拥抱，哪怕知道这之间掺着3分情7分假，我还是沉醉其中。赵钱文不得宠，不能随意进出宫中，所以那些和南蛮联系的书信都是我亲手传递的。那是我和赵钱文最亲密的一段时光，也是我倍感罪恶的一段时光。暖暖总说我聪慧，其实我愚笨。我为了情爱，将亲情抛之脑后，将道义抛之脑后。我对不起爹娘，对不起暖暖。全文完，皮皮听书，感谢您的观看。每天上新精彩小说，喜欢就订阅吧。